你嘴上说自己不爱买东西，实际上爱的不是买东西，是买完那一瞬间的踏实感。你不缺鞋子，不缺包，不缺杯子，但你就是会想在某个时刻要去买东西。看着鞋柜里堆满了鞋子，好像也没有非要买一双新鞋的必要，可还是有股内在的冲动劲儿催促你下单。等这东西真的到手之后，就觉得好像也就那样。然后我意识到，是我们太习惯用拥有者的角度去看待物品，不管是与人之间的关系、物品还是任何的事情，只要它变成我的，变成属于自己的，这样心里呢才会踏实一点。那一旦你站在拥有者的位置上，就会把所有事情看得很重要。你越执着于拥有，就会越累。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，不是劝你少买，而是想换一个视角，把自己从我一定要拥有的位置上挪出来，试着换成我现在要不要用，会用多久去看待物品。你会发现啊，原本让你纠结、让你内耗的人事物也不会再出现了。现在请你仔细想想看，从一个拥有者的角度去看待物品，真的会把你搞得很累。以前很多事情都很简单，没有那么多反复的对比，你想买就买，用着顺手啊就继续用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会变得害怕做选择。买东西就像做一道考试题，你不只是想买到一个能用的，更是想买到一个让你不会后悔的选择。我们会打开10几个页面去对比，参数看不懂也要硬看，评论刷到眼睛酸痛也不肯停，甚至在同一个东西上，你会看不同平台、不同人的使用感受，就生怕漏掉你不知道的雷点。哪怕只是在买一个很普通的日用品，却把自己搞得像在买一套房那样谨慎。就算买下来了，你依旧忍不住继续看别人怎么评论，看有没有更划算的价格。要是碰巧看到了更优惠的选择，说不定会把现在买的这个退回去。这种反复看、反复对比，为的就是一件事：证明自己没有买错，证明自己眼光够好。所以当别人说它好用，你会感到被认可。哦，原来我自己买的这台相机竟然那么好。要是有人吐槽它的缺点，你也会跟着怀疑这件东西真的那么难用吗？这就是拥有者的心态，你不允许自己犯错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你会觉得没拥有它就是输。比如别人有车你没有，别人有房你没有，别人背的是品牌，你背的是普通款。这种不允许自己犯错的心态，慢慢会扩散到生活里很多方面上，就连用东西啊都变得小心翼翼。东西一旦贵一点，你反而不敢随便用，怕磕了，怕弄脏，怕用坏。明明是买来服务自己的生活，现在却为了保持这件物品的价值而变得特别谨慎。在使用物品的过程中，但凡让你用的不是很顺手，你也坚决不会承认自己当初挑选的东西最终没有带来多惊人的效果。最后是作为拥有者的心态，会让你变得很少真正对一个东西感到满足，因为你总是在想还有没有更好，有没有更划算，还有没有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。你刚买完一个后，也许就已经在心里为下一个留好位置。很多人以为拥有一件东西的成本最贵的是刷卡付钱、签字成交的那一刻，最多是觉得肉痛一下，而且买都买了，只要把前期的磨合阶段熬过去就好了。拥有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买完就结束，它是从你买下那一刻才开始。只要东西一到手你就自动多了一项长期待办的事项，也是多了一个要负责的对象。你买一件贵一点的大衣，很少有人是买回来直接穿上，因为要开始想怎么搭配，搭什么裤子、什么鞋，适合在哪个季节穿，还要想它能不能机洗，还是要手洗。再拿电子产品来给你举例，你买了一个新设备，紧接着就是自动触发一整套流程，要不要贴膜，要不要配壳，充电线是否能兼容。房子就更不用说了，很多人的目标就是拥有一套房，总以为只要买房之后人生就能完整，等真正住进去之后，就发现有着长期要你操心的事，贷款、维修、地税、保险，这里的每一项都不是一次性的消费，更别说在买房之前，光是 inspection 就能让你的神经紧绷好几天。这验房报告出来后，你要纠结房子的问题严不严重，要不要砍价，值不值得你继续购买。那每个人对房子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，希望你听到这里呢，没有必要把我的话看得太严肃。我只是想说，往往这种体量很大的花销，你对拥有的感受就变成了一件必须长期负责的事情。拥有者的心态就是，我既然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，那我一定要把它用到最大价值，于是会强迫自己多试着用久一点。如果我们换成使用者的角度去看，心态自然就会变得很轻松，因为使用者在意的从来不是为物品负责，
而是在我需要的这段时间里，它能不能帮助到我。就拿租房来说，只要确保枕头和床能不能让你睡得安稳，餐桌够不够用，能使用的收纳空间够不够多，其他看起来精致的摆设就不会那么在意。因为使用者的心态很清楚，这些东西好不好看对生活并无影响，只要一个能让人正常生活的空间就足够了。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短期租房、借用或者是租用物品？因为他们只想把眼下的问题解决掉，并不是为了一个以后可能用得上的选择，先提前把自己锁死。对于物品呢，你不会一直想着要把它用到不亏为止，也不会因为上面多一点使用痕迹就会很在意。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工具，是用来服务人的。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，会让你没那么害怕选错，不用在一开始就想清楚以后几年要怎么做，会不会贬值，用着不顺手就换呗，住着不舒服就走呗。这里我要说清楚一件事，从使用者的角度去看待物品，并不是一种随便的心态，不是今天用明天丢。真正的重点呢，是不会一开始就默认这个东西就必须要陪伴你很多年，因为生活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。你现在的工作方式、所居住的城市、每天的作息，甚至身体状态和兴趣爱好都和几年前很不一样。那你凭什么要求当初选择的东西就一定要完美适配现在的你，甚至要适配几年后的你呢？所以使用者的心态更多是允许自己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东西，你要接受变化在发生，也要接受东西跟着变化。就好比你把关系设成阶段性，当它的新鲜感褪去，就不是说你不喜欢了，而是说它能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某个阶段就已经足够了。再比如旅行，你不能要求一双鞋能陪你走遍所有路，这趟行程是城市漫步、爬坡，还是一天走3万步，一双合适的鞋能陪你把这一段走完，而不是一双鞋要解决你之后所有的旅行。当然这里不是说你非得要准备很多双鞋，更不是为了不同的场合去买新的，只是说你不用要求一件东西在所有的阶段里都很完美，它只要在这一段时间里能帮助到你就行了。我们一直都以为拥有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，好像只要东西在你名下，在你家里，在你柜子里，它就真的属于你了。但如果你认真想一想，就会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大多数时间呢，都只是短暂的在使用这些东西，并没有把它们真正握在手里。就拿衣服来说，你买了一件带有品牌的衣服，心里自然就会默认这是你的。可这件衣服的材质来自羊毛、皮革、棉花，来自土地、工厂和一整条运输链。你只是在人生这一小段时间里把它穿在身上了，等你不再穿了，它会被转卖、被捐掉，或者是被丢弃，继续流向别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你还是没有真正的把它占为己有啊。反观过来，房子也是一样，你现在住在里面，钥匙在你手上，但政策会变，环境会变，你自己的人生规划也会变。这个房子现在适合你，不代表几年后它依然适合你。电子产品啊，更是如此。你买了最新的型号，就会觉得自己拥有它了，可很快就会被更新换代，性能被淘汰。它可能还没被用坏呢，就已经开始跟不上你现在的使用需求。所以说，我们以为自己是拥有者，其实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使用者。要是站在拥有者的位置上，很多的不珍惜都是你觉得它随时都在，今天不用没关系，反正是你的，现在放着也行，等有空再说吧。时间一长，这种以后再说的心态就会变成忽视。使用者知道这段时间是很短暂的，所以呢会更偏向于现在就用，现在就要体验，而不是一直留给下次的自己。就好比旅行，你知道自己只会待几天，就会珍惜这些时间去好好体验和感受。这个逻辑放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是一样的。当你知道和某个人相处的时间有限，你会想去好好相处，可一旦你默认对方会一直在你身边，反而会变得态度敷衍和不耐烦，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哎呀，反正以后时间多的是。这样的错觉反而会让你变得不再珍惜。所以再回到拥有者的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把东西留在身边，就等于把它的价值也一起留住。真正让价值消失的是你没有在认真使用和对待它。所以看完这些视频之后，请你对现有的物品好好珍惜起来吧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认为这些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，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